原神将会在纳塔迎来一次全面的膨胀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这里是铁瓦特地理的预言家内容啊。本期我们将用长线的一个逻辑去分析原神膨胀的思路，我感觉这一期的视角还是比较独特的。首先，为什么说纳塔会迎来一次全面的膨胀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要先知道纳塔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，会围绕什么属性去展开设计。那么纳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？它是火之国，火元素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在组队的 buff 面板里面已经写好答案了，那就是攻击力。根据雷元素强调充能，草元素强调精通，水元素强调生命值的设计大纲来看呢，这个推理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。那么围绕攻击力展开的设计为什么是全面膨胀的开始呢？因为原神中大多数的角色都是攻伤爆体系，而攻击力和双爆呢都是通用的属性，不会区分元素类型，只要给一个攻击力的 buff 就可以获得收益。所以为什么说班尼特是神呢？因为1000多的攻击力加成给谁提升不大嘛。那么如果纳塔是围绕着攻击力去设计的，届时很有可能局面就变成了纳塔的新角色吃肉，老的攻伤爆角色喝汤，那么攻伤爆整个大体系就会迎来一次全面的强度提升，涉及到的角色就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广。而如果攻伤爆体系在数值上有所提升，那么深伤爆角色呢？相比起来，目前游戏中并没有生命之管，只有叶兰的命座和双水共鸣，但是玩家抽叶兰4命去管纳维莱特这种操作，就只有少部分的玩家可以干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到了纳塔，深伤爆的角色和攻伤爆的角色相比的话，在攻击倍率区，它很有可能是享受不到纳塔的版本红利的。所以纳维莱特膨胀的原因，在这个逻辑下就显得非常的清晰。首先，我们确定他在纳塔享受不到版本红利，就是亏魔，于是在自己的版本里面就超魔了嘛。这一点就和8重神子是很像的，只不过8重是反过来的。在上线的时候，因为草元素战魔，所以显得非常的弱。那么纳维莱特是纳塔不喝汤，所以在上线的时候他就很强势。那其次就是纳维莱特本身定位就是元素龙，地位至少是神明级别的，强度高是有剧情支撑的嘛。加上玩家对于版本大 C 的渴望，其实一直从到期开始就延续至今，所以纳维莱特的膨胀是一次有计划的造星行为嘛。而随着纳塔版本的到来，其他攻伤爆角色也会得到提升，最终就会缩小他们和纳维莱特之间的差距。也就是说，纳维莱特他可能拿的是叶兰的剧本，强势2个版本左右之后呢，就不再是独一档的选择了。那么通过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再来观察枫丹 3C， 为什么纳维莱特在膨胀，而林尼和莱欧斯蒂好像又在控制膨胀？这其中的区别，我们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比策划发病更为合理的解释。另外，由于纳维莱特队伍本身的伤害是集中在他自己身上的，所以观感上就是纳维莱特会显得特别的强。但实际上，灵命纳维莱特的队伍和其他一些常规的队伍相比，并不是天壤之别，只不过在社交媒体上那些高练度满命满金的视频，放大了纳维莱特的强度，把优势渲染成了一种不可逾越的差距。所以基于这个推论，枫丹的抽卡选择如果是一个着眼于当下的强度党，那么重点就应该是关注生命值模型的角色，因为在枫丹版本，这些角色很可能是更加有优势的。那么我们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推，假设在至东会围绕双爆区间去进行设计，那么就是不论攻伤爆还是深伤爆的角色都有可能会喝汤吃肉。那么水火冰3个国家就依次膨胀了增伤、攻击和双爆，最终呢完成了一个全体直伤角色的强度提升。这个时候我们在3年之后的视角看，当所有的角色集体膨胀的时候，还有所谓的强度膨胀吗？我觉得是没有的。因为强度膨胀的危害是新角色过于的强，导致老角色不能玩，是不平衡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所有的角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吃汤喝肉，实现了共同变强，那么就没有不平衡的问题了。然后直伤角色变强了以后，原神中还有一批依靠精通的角色嘛，比如种门这样的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提高等级的上限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知道精通角色的基础收益是依赖于等级的，只要开放100级，把基础的收益提高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当下90级的精通收益是1446，一颗种子的伤害呢，在没有草神2命的情况下，最多差不多是4万多的伤害嘛。那如果是100级，这个基础数值去给它翻1倍，变成2892，那么种子的伤害就直接翻倍变成8万多了。如果说有草神的2命，暴击之后呢，就有16万了。那么这些依靠反应的体系，也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追赶上膨胀的节奏了。所以我判断，如何在不同的阶段平衡先后膨胀的角色，是原神之后设计的重要课题之一。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假设3年之后真的是平衡的，但在这个过程中是避免不了有的角色要先膨胀，有的角色要后膨胀的。而对于玩家来说，并不是用一个长期的视角去玩游戏的，所以一旦在游戏的过程中遇到了不理解的问题，导致游戏体验的下降，就会选择退坑。
长期的目标很重要，但是过程中的细节才是真正的难题嘛。就像现在的纳维莱特，既会让玩家感觉到刺激，又会让玩家感觉到忧虑，还会让玩家对其他的角色丧失兴趣。情绪和人永远都是运营中最难把握的要素嘛。那么原神膨胀的理由，除了它本身是一个长期运营的游戏，在后期需要刺激玩家的热情之外，我认为也有着推动剧情的需要。想想看，哪个 RPG 游戏在后期还是过家家，一定会遇到更强的怪物、更难攻略的场景，否则剧情上的代入感就很差了。比如说我们最后来到坎瑞亚，坎瑞亚的怪物还是几个独眼小宝的难度，那么坎瑞亚的逼格在哪里呢？我们旅行不就真的是一场童话故事了吗？所以随着剧情的深入，原模其实也是有膨胀的需求的。那么我们角色数值上的膨胀，就给原模的膨胀创造了空间，对于塑造游戏后期的决战、塑造对手的逼格也是有一定的帮助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对于原神角色设计膨胀的思路分析。由于原神是多版本并行开发的，那么当我们玩家还在枫丹刚开头的时候，制作团队大概率已经把纳塔的大纲给搭建出来了，甚至有可能更早。所以我们用长线的思维，用运营的角度去看当下的问题的话，才有可能得到最接近的答案。那么本期的悍跳预言家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